坚决反对欧洲装空调。欧洲不装空调是在为世界大局着想啊。1940年6月的一天，气温舒适，甚至偶感凉意。某位知名的德国游客来到埃菲尔铁塔观光，但是他嫌高塔没开电梯，懒得爬上去，于是只拍了张合照就走了。时间来到86年后的今天，巴黎变了，变热了。在一趟没空调、人挤人的巴黎地铁上，飘荡着各种味道，耳边听到的是40岁的邻居被热死的故事。人们起初以为只是简单的热1-2度，直到热浪袭来，重塑了人们的生活。在医院里，80岁老者住院热得不行，他儿子想把空调搬来，医院告诉他不行，因为你有了空调，其他病人没有，这不公平，而且医院电路老化，不便开。再问就是医院的章程里没写，不能开。病人体感舒不舒服不重要，重要的是表面美好。有网友想象了一下，完美的巴黎星期四该是什么样子？早上10点，你汗流浃背地从床上醒来，窗户关着，以挡住外面的热气。11点，你关掉风扇以减少用电。12点，走出门去面对43摄氏度的天气。下午1点，观察5个成年印度男人在公共喷泉里裸泳。下午2点，去奶奶家把她的空调关掉以拯救气候。下午3点，坐在没有空调的咖啡馆里，和一个不会说法语的索马里服务员讨论全球变暖的危险。下午5点，你买了一瓶矿泉水，花了12欧元。晚上7点，吃了个法棍面包，并在 Twitter 上发帖说欧洲拥有最高的生活质量。Il fait 40 degrés, il est 3h15, on peut pas dormir, ma gueule, on se lève à 8h, gros. 今年的欧洲热晕了，天气地图上显示，欧洲很多地方气温都在35度以上，热浪从法国等西南欧爆发，随后闪击西欧、中欧。比如英国，今年的6月是英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查尔斯国王穿正装打领带，在圣詹姆斯宫出席了一场气候相关的招待会。宫殿没有空调，高级侍从长不得不拿着一个小型电池手持风扇跟着查尔斯到处走，但效果几乎没有。另一边，英国极端高温讨论会因高温太极端被取消了。现在在英国的人们最想去的地方是公司，第二个想去的地方是有空调的商店，但是有一个地方英国人不想去，那就是医院。和法国的情况差不多，英国的医院很多也没空调，于是就出现了人在33度家里中暑，去医院发现病房35度的情况。光是热到还好说，但现在医疗设备也停工了。极端高温导致冷却系统崩溃，数字系统、心导管室和诊断设备一下瘫痪。纬度高一些，德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人们不得不找水渠来降降温，或者去超市把雪糕抢购一空。莱比锡的电车轨道融化了，柏林的交通信号灯也热变形了。一位德国网友面对没有空调的火车怒斥道：“你们这帮虫胆也配运营火车？”不仅仅是英法德，其他欧洲国家也被热浪侵袭。无可奈何的当地人都在传一张图，他们不理解中国偏远乡村的小猪为啥比法国最重要医院的患者待遇更好。如果把欧洲没空调和世界杯联系起来看，意大利没出现，德国回家了，日本输了，直接梦回1945年。这下欧洲人知道了，气温太高就要降温，要降温就要用空调。但转头一看，网购价格已经从1万元人民币攀升到了3.9万元人民币。贵到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但情况是根本没货。法国网友说他去的商场连展示机都能卖掉了。德国网友发现方圆100公里的移动空调都被买走。很多欧洲人买不到，是因为有人囤积居奇，再卖个高价，主打一个发高温财。不单单是空调，英国有的商场连风扇也没有了。没办法的德国大学生只能看看电扇，摇动视频，望梅止渴了。虽然欧洲人疯了，但是咱们国产品牌的空调官方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某个国产品牌的分体式空调直接卖爆了。有人说欧洲的热浪只持续1周吗？不，现在才6月，下周只是不那么热，不代表下一波极端高温不在7、8月来。而且全球变暖，厄尔尼诺现象加剧，欧洲时不时打破高温记录。在这种情况下，一直用身体硬扛非常不理智。从长远打算，装空调绝对是明智之举。法国本土家庭的空调普及率在2017年是14%，2020年涨到20%左右，去年增加到26%了。
去年前年就出现了把空调管子通向窗外的一幕，看起来欧洲人要开始大面积装空调是大势所趋，但是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表示，到处装空调无法解决根本问题。Je suis horrifié par les gens qui me disent Ah, mais il n'y a qu'à mettre la clim partout. Très bien, on va mettre la clim partou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un feu de forê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une culture de ne pas exister?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la mort des animaux que nous voyons?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quoi?Rien。这话翻译一下就是不装空调，全球气候危机和动植物消亡问题就能根治，所以欧洲装空调就是对大自然母亲的背叛，不装反而是为生态环保做贡献，全人类好啊！那既然如此，老欧洲们就请保持下去吧。回顾欧洲媒体这些年对我们种种傲慢的言论，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说一句，坚决反对欧洲装空调。欧洲要是装上空调了，我们去欧洲旅游出不了片怎么办？你也不希望在周杰伦新歌 MV 里看到空调外机吧？而且欧洲不装空调是在为世界大局着想啊！有网友就写道，为什么法国人不装空调？因为政府用政策倒逼国民去有空调的图书馆读书。如果你在家拥有了舒适的空调，反而丢失了去图书馆的理由。升华主题的句子就是一个民族的阅读习惯原来可以如此温柔的守候。有网友说自己去巴黎出差，发现当地很少装空调，他们学会了向大自然借粮，金句何其多，写出了那种没苦硬吃的决绝和自欺欺人的嘴硬。说起来，欧洲人的傲慢与偏见其实平等地针对着每一个人。几天前，布鲁塞尔热得像个蒸笼，欧盟委员会总部那栋楼中午给员工群发消息，说因极端天气1楼到7楼临时关闭空调，普通打工人只能在闷热里坐着干活。但大部分委员的办公室在8楼及以上，他们的空调照常运转。他们不仅不给普通人开空调，还举报你装空调。一位高收入的投资家说自己1周内向政府举报了超过20位邻居装空调，说等于减少了数十磅的碳排放。电视剧里显然还是保守了。It's not common in Paris. It's so unnatural, artificial, American. It's better than sweating at your desk. No, it's bad for you. It makes you catch colds. We're meant to feel the seasons change. Can't you accept nature, Emily? Must you control everything? 一切都反转了。以前欧洲凉快，现在欧洲暴热。以前我们用1灵体神化欧洲，现在欧洲人用1灵体骂自己国家病了，连空调都不给装。而我们只能低声说，有些地铁的冷气开得实在太足了。